OK，我在前几集里面都一直有提到说，我们 Border 的主炮跟富士美的主炮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从我家把1:200的富士美的主炮给带了过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以下面来说这个是它的弹药库。你看弹药库的设计，摆放位置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组装方式一模一样，甚至连旁边的小细节，这些凹槽都长得一模一样。这个我是没办法去说什么所谓的抄袭不抄袭这种东西啊，因为大和的主炮搞炮里面它就是长这样，所以它会把它设计成一模一样，这个也是合理的解释。它这毕竟边境想要想办法去还原大和的主炮里面是长怎样，对，所以我们不会去说它这个叫做抄袭。不过它的设计跟富士美的主炮又完全又不一样，在炮管的部分、固定的部分又不一样，所以我就有点困惑，它的设计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先把富士美的主炮组装起来，然后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到底是哪边出了什么问题。来，富士美的主炮内部的结构就是靠这个东西在支撑的。不是这个 ，OK。好，消防水管掉了，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设计是这样，这个就是放我们要装弹的时候，炮弹进去了以后，后面是放火药包的地方。那它连接炮管的方式是这样，它是以这个结构来连接它的炮管。那中间的这一个机构就是调整火炮俯仰的这个角度。到目前为止，这个地方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应该是说以富士美来讲这个地方这门炮是绝对不会出错的然后组装之后，组装的方式就是这样，把炮给压起来，装上炮衣。460的主炮，大和级的主炮，这样就 OK 了。它是有俯仰的功能。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当你炮的仰角提高之后，你就会看到这边会有很大的缝隙，这个炮衣没办法填满这个位置。主炮降下来的时候，上面才会有一点点的小缝，所以主要它的炮应该都放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富士美的主炮。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边境的主炮，组装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刚刚掉下来的那个消防水管是在这个部位，所以它是从这边的这3个洞插进去，就这样子。然后下面的滚轮这一环的结构也是一模一样。好，大部分的结构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它固定的方式也是一样，是采这个设计，有没有？都有扣环，都
都有一个缺口可以把主炮放进去。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就是这样，它的主炮的炮管旁边放火药包的这个地方，这里是可以卡在上面的，所以它可以依靠这样，然后去达成它的炮管的仰角的调整。装个2根，然后好，就是这样啊。炮就组装完了，再来就是套上炮衣。它的炮衣有分成一个是仰角的，然后一个是平角的啊。那你内部如果没有做固定的话，你的炮衣套上去以后，你就必须要在这边点上快干，点上超级胶，它才有办法固定。所以它是，如果你没点的话，它是可以乱晃，它是有晃动的几率的。好，我们把东西抽掉。边境有附上所谓的金属炮管啊，然后它的金属炮管跟塑胶炮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你有没有看到这根10字棒的这个东西？金属炮管是没有这个结构，所以金属炮管是没办法固定的啊。所以你看，当边境的主炮放进去以后，它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子回旋，它没办法固定，上下也可以哦。所以它的设计就忽略了这个东西，然后变成这样。所以我如果要固定它的炮管，除了我在里面要填缝，要把炮管粘死以外，我在旁边还必须要装铜棒，让主炮可以有个固定的方式。为什么主炮要固定？来，主炮如果没办法有那2个耳朵固定，它就会这样，整根掉进去。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设计吗？他为什么要搞这个呢？他送你一个没有用的金属炮管，然后加大你的工作量，那边境到底在干嘛？所以金属炮管又没办法说，我把它切掉，然后里面去钻一个很大的孔，然后把金属炮管塞进去，哇，这样子工作量就太大了，因为基本上它跟后面的这一根2个几乎是一样大，所以你没办法照我刚刚讲的那种说法下去做钻孔的这个动作，你就只能把它粘死在里面，不要让它动，然后你放到炮上面的时候，你还要再把它粘死，不然你就是要做个铜棒在旁边让它有个支撑，它才可以做俯仰的这个动作。所以它如果是现在这个状况装起来，我就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个灾难嘛。所以到时候我们在做主炮的时候，就是已经做到主炮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填工的跟 verify 的我都做完了以后，我再想看看边境的主炮我们要怎么改，它才会有比较良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一集的主炮我们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